巨鲸和机构正在疯狂增持比特币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上面白色线表示的是比特币的价格，而橘色线表示的是持有1000颗比特币以上的巨鲸。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持有1000颗以上巨鲸的数量还是在稳步的增加的。那我们可以去复盘一下过往的几轮牛市，基本上呢，只要巨鲸增持的数量呢开始减少，那么我们牛市就会进入加速上涨的阶段。随后呢，我们就会逐渐找到一个顶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017年那轮牛市呢，我们是到了前期或中期的时候呢，然后这些巨鲸它们增持的数量呢就开始比较和缓了。那等到我们的价格疯狂上涨到已经脱离正常的价值的区间的时候呢，那这些巨鲸他们就开始卖货，他们巨鲸的数量呢就开始减少，而且这个是持有1000颗比特币以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000颗比特币是什么概念？现在比特币大概是$65,000一颗，那么100颗比特币就是$650万，那么1000颗比特币就是$6500万。当然呢，$6500万这种资金呢，它绝对很难是个人拿出来的，通常都是机构。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当时在2020、2021那轮牛市，那基本上呢，我们在2万之前，巨鲸的数量它还是在稳步的增加，就表示在2万以下的区域巨鲸它依然是在增持比特币的。那等到我们到了2万突破过后呢，我们比特币开始加速的上涨，然后巨鲸的数量呢就开始下滑，就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在抛售，并且他们也不会再增持比特币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这轮牛市呢，持有1000颗比特币以上的巨鲸的数量，它还在稳步的增加，就表示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巨鲸或机构它依然认为在此处它还是有获利空间的。当然呢，跟我们早期可能在之前熊市就在2-3万或者说3万出头就布局的比特币相比的话，其实现在的利润空间确实会变少，可是依然是能产生出利润的。那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其实前高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价位，基本上我们每次突破前高过后呢，我们的行情就会开始加速，而且呢，就在此时，这些巨鲸他们持有的数量还有巨鲸的数量呢，也都会下降。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突破上一轮牛市的前高过后呢，你看我们的价格就疯狂的往上拉升，加速的上涨比起前面斜率比较小的上涨，我们后面呢上涨的斜率又更大了。那你可以看到，也正是我们在突破前高过后呢，然后这些巨鲸的数量就出现非常显著的下滑。那其实我们当时在2020、2021的牛市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是在突破前高大概2万过后呢，然后数量开始下滑，然后我们上涨的这个速度呢又开始增加，斜率变大。那我相信我们这轮牛市呢也会出现这个状况，而且也可以表示呢，其实我们在6万左右，它虽然说跟前面已经有差距，但是依然可以为你产生利润。那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图表，当然呢，我们有提到，其实1000颗比特币呢，在现在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因为现在比特币的价格一枚是$6万多所以1000颗比特币非常惊人这个还不是一般的机构做得到它必须是非常有钱的机构。那你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机构持有1000颗比特币以上的数量呢，大概已经到了1600多家机构，而且正在持续增加当中。那这可以表示呢，其实我们目前这个位置呢，它依然是可以为你产生出利润的，因为连机构都在加仓。那当然了，机构跟我们散户做法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如果你也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27.36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那 Zumex 是你如果不方便 KYC 的朋友，你只要充值$2000就可以拿到$30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走。其实现金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少，那现金活动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近 ETF 呢，它又开始进入流出了，而且流出的数额呢，其实并不少，它并不是这种一点点的流出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6月13号、14号呢，都大约流出了200个 million 的美金，$2亿左右，非常夸张。而且呢，我们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其实我们
在现在6月中旬左右的流出，跟我们当时在1月底左右所出现的流出呢，其实情况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当时的流出都是由同一家灰度所流出的，这个也很正常啊，因为灰度当时是有很多的机构，他们买了 GBTC 之后，他们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去兑现出来，去把实物给换出来。但是到了 ETF 一上市过后呢，他们就会进行抛售，而且手续费也有区别。那当时的抛售就是，其实大家也有预料到。不过现在我认为解读的方向就要跟当时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流出啊，其实是各家都在流出，各家我们来往上对比一下，比如说IBIT 就是贝莱德的，那它确实是属于没有流出的，不过剩下的基本上全是流出全是流出你可以看到，包括富达啦还有 GBTC 啦，还有剩下几家小的啦比如说方舟啦等等啊，其实全部都在流出。那我认为这样子普遍的流出现象呢，其实可以被解读为我们 ETF 的浪潮呢，或者说第一波的那个热度的热情已经被消耗了，除非我们迎来第二波的热情，就是刚上市的那一波热情其实已经被消化完了，那涨幅也体现出来了。那现在普遍的流出啊，就可以宣告这个阶段的结束。那我们再用视觉化的图表来看一下，我们直接用长条图来看会方便的很多。这个是每一天流出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如果说我们要产生一波新的多头，没有持续稳步的流出，就绝对不可能。那你看我们现在是5天里面就有4天是流出的，而且流出的量不在少数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产生新的上涨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其实最近比特币的价格还有以太坊都很弱，甚至连支撑的效果都不太明显，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那当然了，比特币的第一波热情浪潮过了之后呢，其实我最期待的，或者说其实市场大家最期待的，并不是第二波比特币现货 ETF 流入的热情浪潮，而是以太坊。因为以太坊呢，非常有可能在这个月2024年的6月底就通过，甚至我们之前在Twitter 上面呢，也都有看到Twitter 上面很有名的 ETF 的分析师有谈到，会在7月3号之前就通过，这个也是我们前几天有谈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CoinDesk 上面也有报道说了，其实这也非常符合 SEC 他做事情的惯性，他有谈到了 SEC 的主席SEC 主席他有谈到，我们会在9月之前其实他的原话是说，我们会在秋天之前秋天之前那就是夏天，也就是会在夏天的时候就通过。那夏天就是到最迟9月之前就会通过。那其实 SEC 它做事情的惯性就是，它会尽可能的让消息对盘面的影响减小，毕竟他们不会希望一个完全没有铺垫的消息出来之后，然后就对市场造成非常剧烈的波动，他们不会希望，这不是他们乐见的，所以他们一定是缓步的公布我认为他这一次分批通过，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之前比特币现货 ETF 的影响，还有之前的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我们这次分成了2次，对不对？19B 之4，还有 S1 的文件。那 S1 的文件通过之后，以太坊就会开始正式上市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SEC 每一件事情都要拖得那么久。我相信他们早就有答案了只不过他们会希望在这段时间之内呢，然后缓步的让消息释出。那其实我们得到了这么多正面的消息，我相信以太坊现货 ETF 它上市的那一天会非常非常快就到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现在要留一点时间去做铺垫，因为这件事情它是一定会发生，而且会很快发生。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最期待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